印度一座雕像的揭幕为何成为了莫迪的执政危机？引以为傲的印度象征却是中国制造，印度真的能称为超级大国吗？近日，印度总理莫迪前往海德拉巴邦出席一座巨型雕像的揭幕仪式。这座名为“平等”的雕像，以古印度哲学家拉马努贾查里亚为原型，打造了高216英尺、约合66米的拉马努贾查里亚坐像。据获悉，平等雕像自2015年开始规划，2018年动工，今年2月5号正式竣工。莫迪表示，拉马努贾查里亚的哲学理论提倡人人平等的概念，因此该雕像被命名为平等雕像。实际上，建造奇观来宣扬当地特色或者政府政治理论并不稀奇。莫迪要亲自出席平等雕像的揭幕仪式，其目的有2点：一是借助平等雕像的寓意来宣扬自己执政后努力消除种姓制度的成绩；二是借助精美的基建来展示自己执政后推行印度制造、改善基建设施的成果。莫迪本意上借助雕像来自我宣传，然而这一举动却很快引发了印度政坛的政治危机，甚至让莫迪还背上了中国间谍之名。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就在莫迪参加揭幕仪式的几天后，印度反对派领袖拉胡尔·甘地公开在社交媒体发布推文称，平等雕像是由中国制造的。难道新印度也是中国的？此则推文一下子引爆了印度舆论。因为在众多印度媒体的报道中，压根儿就没提到平等雕像是谁制造的，结果被莫迪引以为傲的基建却是中国制造，这对印度人而言无疑产生强烈的反差感。而经过资料查阅发现，平等雕像还真的是中国制造。据获悉，在平等雕像规划阶段曾对外发布招标，而最终竞标成功的便是中国航天科技公司。最终，这座雕像也是在中国铸造完成各个部件，并运送到印度来完成组装。换句话说，平等雕像完全就是中国制造的产物。除了中国制造之外，平等雕像另一个在印度国内被诟病的地方在于，雕像本身花费13亿卢比，整个项目花费100亿卢比。不过，这笔钱并非由政府出资，而是通过民间募集而来。据获悉，该雕像由金、银、铜、黄铜和锌5种金属组成，因此反对派质疑雕像的花费是否过于奢侈，以及莫迪政府人员有没有在其中吃回扣。尤其是在了解到莫迪出席仪式的雕像是中国制造后，不少印度人瞬间破防。一些印度网友要求莫迪给出解释，甚至一些印度网友表示莫迪其实是中国间谍，要求莫迪下台。然而，这还不是莫迪政府首次遭遇到的雕像危机。在2019年末，同样是拉胡尔·甘地爆出，印度另一座纪念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帕特尔的标志性雕像——团结雕像，同样是中国制造的，一时间也是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随后，印度政府赶紧解释称，雕像的95%建造是在印度完成的，只是外形用到的青铜材料只有中国能铸造。经过多方斡旋后，最终将外形设计工作交给了中国，将整体设计交给了美国。这样的解释倒是很快平息了印度国内的舆论。但此次建造的平等雕像却完全是在中国铸造完成，只是拿到印度来组装，这性质对于印度人而言肯定严重得多。毕竟印度现在国内反华情绪高涨，这也是莫迪政府自己埋下的苦果。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反对派实际上还是借助国内的反华情绪来攻击莫迪政府的政策，将莫迪的新印度政策说成是中国人，无疑是对莫迪工作最大的嘲讽。在2014年上台后，莫迪便提出要建设一个新印度，领导印度迈向世界经济强国，即到2025年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有5万亿美元体量的经济体。而该目标也衍生印度制造这个项目，很难让人联想到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少印度人声称，印度这几年的目标就是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当时，中国制造业处于快速发展期，其成绩有目共睹。而中国的进步也为不少第三世界国家指明道路，那就是大力发展制造业。然而，不是说中国行，其他国家就能行。由于一系列原因，印度制造业在几年时间里始终难有起色。2020年中印边境矛盾激化，莫迪政府借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浪潮，提出自力更生的印度计划，并且倡导抵制中国制造。莫迪要凭借此举来为国内制造业创造机遇。随后，在2021年，莫迪宣布投入1.4万亿美元来振兴印度基建。然而，直到今天，印度的基建依然很豆腐渣。
花费大价钱在边境修建的公路，还不到1年的时间就发现了路面坍塌的现象。而如今，随着2025年目标的临近，印度如今的 GDP 不足3万亿，要完成2025年的5万亿 GDP 的目标，意味着经济收入需要翻一番，这显然是不可能达成的了。经济增长陷入颓势，莫迪政府只能通过宣传来增加印度民众的信心。结果，象征着印度制造标志的平等雕像却被爆出是由中国制造的。本来这也不算是什么大事儿，但却无疑给了印度民众一记暴击。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人可是一直做着超级大国的梦。在西方的哄骗式宣传下，不少印度人真的认为自己离赶超中美，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不远了。但真的不远了吗？作为全球唯二的2个人口超过10亿国家，中印人均 GDP 最能体现两国的经济情况。在2018年的时候，中国人均 GDP 为9580美元，而印度人均 GDP 为2038美元。因此，中国的人均 GDP 是2018年印度的4.7倍。到目前，印度的人均收入仅是中国人均收入的1/5。英国机构表示，疫情影响了印度经济的发展，但是在疫情到来之前，印度经济也一直在失去动力。印度经济增长放缓是多种因素融合的结果，包括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对改革调整不及时以及全球贸易的减速。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印度的 GDP 增长率在2019年就跌至11年低点4.2%，低于上一年的6.1%，约为2016年8.3%增长率的一半。印度经济改革不可谓不频繁，但经常收效甚微。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改革往往会忽视底层群众的诉求。就拿此前在印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农业改革来说，我们知道此次改革遭到广大印度农民的反对，几十万农民开着拖拉机前往首都抗议。在此次疫情中，印度各行业发展都受损，唯独农业创造盈利。也就是说，至少印度农民没有拖印度经济后腿。而印度农业改革主要就是把农产品回收于定价，回收到国有以及大集团，其目的虽然是集中本国农业优势，慢慢搞美国大农庄那一套，但印度官方却忽视了，对于印度民众而言，他们的农产品价格只会被官方以及垄断资本进一步压缩。同时，印度对农民福利本来就少，自然引起抗议，最终也只会打击国内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个例子就能看出印度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据统计，2020年印度人均 GDP 甚至低于邻国孟加拉。尽管凭借着庞大的人口体量，印度经济能在全球排上号，但发展不惠及最底层的民众，反而只会拖累自己的发展。如今，印度社会似乎有把经济下降的锅完全甩给病毒，但忽视根本问题，注定只能自欺欺人地做着超级大国的梦。